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解读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封面的重磅突破。科学家在原子水平解码了 NMDA 受体这一记忆开关，揭示了钙离子通透与镁离子阻滞的分子机制。作为2026年的神经科学顶级研究成果，它通过精准的分子模型揭秘了神经信号过滤的奥秘。这一发现为理解学习与记忆奠定了终极细胞学基础，让我们可以从微观尺度观测离子在通道中的命运抉择。理解这个分子开关，要先看记忆的形成机制。赫布可塑性理论认为，只有一起发射的神经元才会建立牢固连接。在微观突触中，这种联系依赖于两个条件的重合：突触前释放谷氨酸与突触后膜去极化。NMDA 受体在其中充当了核心的巧合检测器，它能精准识别化学信号与电信号同步出现的瞬间。这种严苛的筛选机制是大脑精确处理并固化信息的物理基础。为了执行精密的巧合检测， NMDA 受体在分子层面扮演了逻辑门的角色。输入端口 A 负责接收化学信号，需谷氨酸与甘氨酸共同结合；输入端口 B 则负责感应电压去极化的电学信号。当且仅当两种信号同时满足，受体通道才会开启。这允许钙离子大量涌入并激活下游的 CMK2， 正式写入记忆。这种双重验证机制确保了信息写入的保真度，有效排除了无关的背景噪音。逻辑门的验证只是第一步，更核心的谜题在于离子的精准筛选。钙离子与镁离子在物理性质上非常接近，却在通道内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钙离子被视为开启信号的钥匙，能畅通无阻；镁离子则是绝对防御的门卫，负责在平时堵死通道以过滤背景噪音。困扰科学界40年的世纪难题是，受体孔道如何从分子结构上精准区分这两种相似的阳离子。为了破解离子的命运之谜，研究团队祭出了 Single Particle Cryo-EM， 通过对超过82万个颗粒的精准重构，跨膜区分辨率达到了 2.3i。 这种原子级的超高精度让研究者能看清复杂的原子网格，这是人类首次直接观察到离子在通道内的精妙运动轨迹。技术的突破让无形的过程具象化，为解开钙离子的通关之谜提供了视觉实证。在超高清视野下，阳离子选择性过滤器的核心构造浮出水面，它被称为天冬酰胺笼，由 GluN1AASN616 和 GluN2BSN615 共同构成。这一区域正是经典的 QRN 位点，呈现出极细狭缝状的笼状结构。作为整条通道中最狭窄的关口，这里便是决定离子去留的终极安检口。任何阳离子想要跨膜，都必须在此接受极其严苛的分子级审查。面对狭窄的天冬酰胺笼，钙离子的通关秘籍是部分脱水。在体内，离子通常被厚厚的水分子壳包裹，总体积过大，无法直接通过。研究揭示，天冬酰胺笼能精准剥离钙离子的部分水分子，帮助其完成瘦身。这种动态的脱水机制让钙离子得以强行挤入极其窄小的缝隙。这一步是信号跨越物理屏障的关键，决定了记忆信号能否被成功触发。冷冻电镜捕捉到了钙离子穿越的3个关键位点。在前2个状态中，钙离子带着水壳抵达 GluN2BSN615 附近，此时水分子仅与通道壁发生微弱接触，随后进入关键的状态3，即终极剥离阶段。在这里，钙离子实现精准卡位，脱去部分水分子，直接与受体残基形成刚性互作。这一微观过程完整呈现了离子突破关口前的精细准备。随后在状态4和5中，钙离子顺利穿过了最窄的天冬酰胺笼，进入视野开阔的细胞内侧。在这里，它迅速重新获得水分子包裹，恢复成自由的水合态，奔向下游触发信号。这5个连续位点的发现，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描绘出了一条完美的离子通透高速公路。它不仅解释了钙离子的通导效率，也为理解受体如何控制记忆流向提供了结构依据。与顺利通关的钙离子不同，镁离子陷入了无法挣脱的水牢境地。虽然它的半径比钙更小，但极高的电荷密度使其吸水力极强。镁离子因此拥有极高的脱水能，脱去坚固的水合壳需消耗巨大能量。由于无法完成瘦身，它难以穿过狭窄的天冬酰胺笼。这种由水和化学决定的物理屏障，正是受体在静息状态下过滤噪音的核心机制。镁离子作为门卫，其站位呈现出精准的布局。研究锁定了2个关键阻滞位点，
悬浮在关口上方的 upper site 负责电压依赖性阻断，以及位于关口下方的 lower site 负责拦截从细胞内侧游走的离子。这一原子级的观测结果彻底证实了过去40年关于双重组织位点的科学猜想。这种上下夹击的结构确保了受体能多维度的管控信号开关。镁离子封堵孔道的物理细节极其精妙，冷冻电镜揭示了一个惊人事实：镁离子并未直接接触通道的蛋白质侧链，最近距离保持在 4.1i， 它实际上是通过周围一圈水分子网络作为桥梁，死死地撑在通道上方。这种利用柔性水分子打造出的水盾牌实现了极高精度的隔空封堵。该机制确保了受体在静息电位下能最稳固地屏蔽各种背景噪音。将两者的核心机制对比，可以发现这种筛选本质上是脱水能的博弈。钙离子因脱水能较低，能通过剥离水分子直接接触残基，从而完成5个状态的跃迁并放行信号；而镁离子因脱水能极高，被迫保留坚固的水合壳，只能通过水分子桥间接接触，最终被卡在通道两端。这一物理化学差异是大脑在传递记忆与屏蔽噪音之间进行精准决策的底层驱动力。即便镁离子被卡在门外，电压如何精准控制它的去留依然成谜。冷冻电镜的最新观察带来了剧情反转，答案隐藏在通道之外。研究首次捕捉到了2个与蛋白质紧密交织的磷脂分子，标注为 PL1 和 PL2， 它们像是一层隐形的传感器，严密包裹在受体核心的外围。这一发现揭示了质子分子在感知电压变化中扮演着关键的隐形调音师角色，打破了仅关注孔道内部的局限。这些质子分子的调节机制如同齿轮与旋钮。研究发现 PL1 的一条先基链深度楔入了受体蛋白的输水口袋中。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口袋的位置直达上方镁离子结合位点的正背面，这使得脂质网络与孔道蛋白融为一体。微小的电压差正是通过拨动这些脂质旋钮引起结构的微妙共振，从而产生物理推力，将卡在关口的镁离子成功弹开。这种跨模块的联动极具进化智慧，动态模拟定量验证了脂质网络的调节作用。数据显示，当磷值存在且处于负70毫伏静息电位时，镁离子在孔道处呈现极高的分布峰值，处于紧贴状态。一旦电压变为0毫伏去极化态，结合显著减弱，镁离子被驱逐释放。令人警醒的是，若缺失脂质，电压对镁离子的敏感度将大幅下降。这证明脂质网络绝非结构陪衬，而是受体感知电信号并操控镁离子的核心感应器。突变电生理测试为脂质调控提供了硬核实证。研究者针对性突变了 GluN2BS633L 等位点，这仅会破坏脂质结合口袋，而不影响孔道内部。实验发现，这一改动导致镁离子的阻滞效力及半阻滞电压发生了剧烈偏移。这证明，即便通道本身完好，只要改变外部脂质的结合状态，镁离子就无法继续守住大门。该结论确立了脂质在调控受体功能中的决定性地位。从进化视野来看， NMDA 受体的极窄设计绝非偶然。对比发现，其通道最窄处仅为 5.0i， 这种极限宽度造就了特有的高能量门槛。相比之下，同家族的 AMPA 受体孔径约为 8.6i， 更宽的孔径让后者无需复杂的脱水机制即可通过离子。进化选择让 NMDA 受体走向极端，通过极窄孔径确保了严格的巧合检测，这是大脑区分有效信号与背景噪音的关键物理基础。这是一个由多重机制协同驱动的记忆分子引擎，其核心是天冬酰胺龙构成的物理关口，首位则是水介岛的镁离子路障。钙离子的通行依靠精密的脱水突围路径而启动，旋钮则是外围的脂质传感网络。这套系统完美结合了水合化学、蛋白质工程与脂质传感，它不只是自然界的纳米级奇迹，更是支撑人类认知的底层硬件，展现了生命在微观尺度上的极致秩序与功能统一。揭开这把精细锁孔的奥秘，更关乎数百万人的健康。研究指出，天冬酰胺龙区域的自发突变会直接改变镁离子的阻滞效应，这种微观层面的门锁失灵会导致神经信号过度兴奋或异常阻断。临床上，这类突变已被证实与自闭症谱系障碍、癫痫以及智力发育迟缓紧密相关。理解这些基础机制，
为精准调节受体功能以及治疗相关神经系统疾病提供了关键的药理学靶点。至此 ，NMDA 受体这一长期的生物学黑箱被彻底解构。3个核心发现支撑起全新的认知模型：钙离子依靠部分脱水强行穿透窄孔，镁离子因高脱水能借助水分子网络筑起路障，而脂质分子则充当感知电压变化的机械齿轮。这套精密的分子逻辑确保了神经系统的稳态与灵活性。正如研究所揭示的，学习的火花就诞生于这些微小离子的每一次进退之间，构成了大脑智能的基础。这项发表在2026年《自然神经科学》的研究，通过 Steigerwald 等人的工作，成功解构了 NMDA 受体的原子图谱。研究不仅阐明了钙离子的脱水通透机制，还发现了脂质分子作为电压感应齿轮的关键作用。这些发现为理解学习与记忆的物理本质提供了决定性证据。解构微观秩序的终极意义在于治愈宏观生命，为自闭症与癫痫等疾病的精准干预指明了方向。下一步可重点关注针对特定脂质口袋的变构调节药物研发。